好好看看我还剩多少钱了。很多人以为在美国，只要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，就可以算得上上层阶级了，或者觉得身边的所有人都属于中产阶级。而且根据盖勒普的最新数据，显然有54%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多数人其实都搞错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今天我们将根据美联储最近一次发布的消费者财务调查 SCF 来拆解所有的收入阶级。我们会讲到收入区间、典型特征以及帮助你晋级到下一个阶层的策略。好了，我们从下层阶级 lower class 开始。当然，这里的收入阶层不是主观定义，而是完全根据美联储 SCF 的收入百分比分布，把全美家庭按照收入排序后，最底部的20%就是下层阶级 lower class，20%到40%是下中产 lower middle class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再用这些百分位的收入分界线 cutoffs 来定义每个阶层的收入范围。好了，如果你的家庭收入介于0到34636美金之间，就属于下层阶级。如果你是单身，如果你的收入介于0到23660美金之间，也属于下层阶级。在这里生活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如果你落在这个区间，那么很抱歉，你几乎没有任何犯错空间。你可能完全没有应急缓冲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很难不被击垮，也会很难晋级到下一个阶层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我稍后会分享3个策略。这个收入区间的群体多从事薪资偏低、劳动密集型的岗位，例如仓库工人、收银员或服务员，工作稳定性也较弱，多数岗位几乎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福利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生病或丢掉工作，很不幸，你没有什么安全网。如果你想往上一个阶级迈进，不是不可能，但你必须马上做好3件事。这3件事都围绕着财务缓冲展开，因为没有这个底子，就算未来收入提升，也很可能在一次意外开销中被彻底抹平。第一个策略，先存1到3个月的紧急预备金，覆盖范围包括房租、伙食、交通、水电等等最基本的生活支出。根据 Bankrate 2025年的调查，在美国有59%的人表示他们的储蓄无法覆盖$1000的紧急费用。同时，该报告还指出，约25%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紧急预备金。所以，如果你能拿出$1000，你已经领先大多数的人了。不用纠结金额的大小，大多数人的紧急预备金就是从几百块开始积累的，只要开始就比没有要好得多。第二个策略，检查所有的账单，并优先还掉高利息的负债。很多人以为账单是不能动的，但其实绝大多数的费用都可以谈，就连医院账单、网费和保险费率都有空间可以协商。一项由南加州大学参与的全国性研究显示，在因为账单付不起而主动打电话去和医院或保险公司沟通的人当中，约有76%的人最终拿到了某种形式的经济减免。而在专门去谈价格的人群里面，有62%的人成功把账单谈低。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给网络、电信、保险公司，要求更便宜的方案，取消所有基本不用的订阅，把任何利率超过7%的债务作为优先偿还目标。可以用雪球法或雪崩法。雪球法就是先还最小额度的债务，提升成就感；雪崩法则是优先清掉利率最高的债务，省利息。2种方法都能加速你摆脱负债，所有省下来的钱都优先补强你的紧急预备金。第3个策略，提升技能，摆脱停滞不前的低薪岗位。在许多服务业或小时工的岗位里面，加薪幅度有限，天花板很低。如果你想真正的跨越阶层，提升技能是最具杠杆的一步。咱们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年轻人叫 Jack， 他原本在快餐店打工，一周工作超过40小时，年收入还不到$30,000。后来他转去专业技术学校学电工，毕业后起薪直接翻倍，年薪估计会超过$70,000，并有稳定的福利。当学徒、考证书、职业技能培训都是非常值得的投资路线。如果这些暂时都不适合你，也可以从副业开始，例如线上接任务，
做送货兼职，或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倒卖闲置的物品等等。下一个阶级是下中产阶级 （Lower Middle Class）。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34636美金到59500美金，你就在这里。如果你是单身，你的收入区间是23660美金到39667美金。那这个阶段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账单基本都能覆盖，但仍容易月光。一笔突发开支仍可能让你措手不及。好处是你偶尔可以负担得起一些生活品质的小提升，比如1年1、2次的短途旅行。工作比最低收入阶层稳定一些，也有机会获得基本的福利。根据 BLS， 典型的工作包括行政文员、零售主管等等。想晋级到下一阶层，你必须让资金流动更有策略地为你工作。第一个策略，先支付给自己。这是下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习惯之一。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，可以参考70-15-15法则。比如15%先支付给自己，比如工资到账后先转一部分用于储蓄、应急基金、投资等等，70%用于必须的支出，例如房租、食物、交通、水电等等，剩下15%用于想要的支出，比如娱乐、外出就餐、生活品质提升等等。先把给自己的15%自动转走，你才真正开始掌控自己人生的现金流。如果实在做不到，那就从5%开始，保持一致性比一次到位更重要。第二个策略，买东西时要看持有成本，而不是价格标签，避免买便宜的东西但要重复购买的陷阱。举个例子，用20美金买一把质量很差的雨伞，每年都坏，要重新购买，而用45美金买一把耐用的伞，可以用很多年。想判断是否值得买，只要问一句：这个东西能用多久？我1年要为它付出多少的成本？当你开始用持有成本思维消费，你的存钱速度会快得多。第三个策略，自动化你的金钱流动，也就是让系统替你做决定。人类无法抵抗短期的诱惑，但系统可以。因此，每次发工资后，让资金配置自动化，比如自动转一部分到储蓄账户作为紧急预备金，自动转一部分到投资账户，比如 Roth IRA 等等，然后自动扣除房租、车险、水电费、债务最低还款额等等，剩下的才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额。这时候会让你清晰地感受到量入为出是需要很强的纪律性的，能够感受到花钱容易赚钱难，这些都是好事儿。自动化的关键好处是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存钱，减少决策疲劳，避免忘记付款造成罚款或信用受损等等，也可以让财富增长变成默认选项。只要自动化建立起来，你的财务状况会在几个月内明显改善。第四个策略，提升你的信用分数，目标是超过760分。信用分数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你能否进入更高阶层的通行证。为什么要冲760分呢？因为在多数贷款体系里，740到759分是良好，超过760分才能获得最佳利率。高信用可以让你在未来省下一大笔钱，比如房贷利率更低，车贷利率更低，保险费更便宜，更容易租房通过审核，遇到紧急情况时也能更快获得信贷支持。那么如何开始提升信用呢？你可以从2个最简单的方法入手。首先，申请一张无年费的信用卡，用它支付小额消费，每月全额还款，这是最基础、最有效的信用建立方式。然后保持信用卡使用率在30%以下，最好在10%以下。例如，信用额度是1000美金，你不要用超过300美金。只要坚持6到12个月，很多人的信用分数都可以额外提升50到100分以上，让未来几十年的贷款成本都减少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下面进入中产阶级 （Middle Class）， 也是我们最常提到的。在美国，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在这里。如果家庭收入为59500美金到91900美金，你就属于中产阶级。如果你是单身，你的收入区间是39600美金到61200美金。那中产阶级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呢？钱不算多，但也不算少，该付的账单都付得起。不过你偶尔还是会担心未来，你可能有点储蓄，有点投资，也许已经开始401k，可能买了车，或许在一些生活成本不高的州正在买房。
家庭旅行也会安排，但通常不会入住豪华酒店，而是选择性价比高的路线，偶尔也会奖励一下自己，但不会太夸张。赚这个收入的人大概率受过大学教育，或者有一技之长，比如护士、会计、老师、项目协调员、初级工程师等等。但是如果想从中产进阶到上中产，你可以考虑把下面3个动作做到位。策略1，把退休储蓄提升到至少15%，要至少拿满雇主的匹配。先讲个扎心但真实的数据，根据 Financial Engine 的早期研究，有大概25%的员工没有拿满雇主的 401k 匹配，这等于每年白白丢掉了差不多$1300的免费的钱。这些钱看起来不多，但复利增长20年以后就变成了4万多美金。根据 Fidelity 的报道，55到64岁的 401k 平均余额还不到25万美金。你再想想刚才免费丢掉的那4万美金，有没有后悔？而25万美金按4%的可持续提取率，每年只能产生1万美金，和真实的生活支出相差很远。换句话讲，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退休储蓄根本达不到财务自由，所以把你的储蓄比例慢慢推到15%非常关键。如果一下做不到，可以从10%到12%到15%慢慢升级，至少要拿满雇主的匹配。策略2，把钱放进会升值、能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里面，而不只是放在自住房里面。美联储 SCF 报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，前10%的家庭有60%以上的资产在股票、基金、公司股权、投资房产等等中，但是中产阶级有超过50%的资产锁在自住房里面。这说明工资让你活得下去，资产让你往上爬。同时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自住房的净值是不能产生现金流的，即便是纸面的价值很大，也无法帮忙支付日常的花费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收入差不多，甚至住着大房子，有人会越过越轻松，有人却越陷越深。所以该怎么做呢？最开始的阶段可以每月考虑自动定投指数基金，比如 SP500 或 Total Market， 持有10年以上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压在自住房里面。你越早开始，越能脱离只能靠工资生活的循环。策略3，打造你的财富成长环境。说一句你可能听过的，但没有真正意识到的真相：你的收入、你的消费习惯、你的投资方式，其实都和你的身边的人长得很像。这不仅是道理，而且是真实情况。哈佛、MIT、NYU 都有过研究证明，你的社交圈会改变你的财务走向。如果你周围的人不投资、不存钱、过度消费，经常抱怨但不成长，你再努力也很容易被拖回原点。你的财富成长环境应该包括一群愿意变得更好的朋友，不需要是富人，但他们需要愿意成长，而不只是聊消费，只想享乐。还要包括高质量的信息来源，比如财经书籍、投资播客、官方数据报告，以及优质类的财经 YouTube， 比如你正在看到的这个频道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以及留言。此外，还要形成良好的习惯，比如每月回顾资产，争取主动加薪，持续提升技能，让你的收入能够成长。只要你把自己放进了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圈子里，你的阶层会自然地向上移动。我们现在进入上中产阶级 （Upper Middle Class）。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91900美金到153100美金，你就在这里。如果是单身，则是61200美金到112067美金。那么上中产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：过得还不错，但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富裕。你可能住在不错的社区，开着可靠甚至有点档次的车，孩子进了还不错的学校，偶尔能入住豪华酒店，坐商务舱度假。账面上来看，你有投资组合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房屋净值，而不是可支配的金融资产。你的工作可能是软件工程师、医生、牙医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大公司的高技能专业人士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收入属于社会的前20%到25%左右，但你的财富很可能还停留在普通中产和富裕阶层之间的悬空地带。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，钱越多，问题越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中产面临的不是够不够活下去，而是如何优化税务，
如何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金流，如何避免收入高但净资产低，如何突破职业瓶颈，如何不被房贷、孩子教育、生活方式膨胀压死。所以上中产的关键不是赚更多的钱，而是优化资本效率，也就是你每赚到的$1究竟能替你工作多久，能增长多少，是否是被浪费掉了。接下来这几个策略是决定一个上中产能不能突破阶层的关键。策略1，全面最大化税收优惠账户，这是上中产的第一道护城河。6位数收入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花钱太多，而是税。越往上税负越高，税率越痛，你必须利用每一个合法的税收工具。比如根据2026年的最新贡献额度，401k 可以存入税前收入的$24,500，50岁以上可以存入$32,500。很多公司还有雇主 match， 不拿等于直接损失3%到6%的免费的钱。Roth IRA 可存入税后收入的$7,500，50岁以上可以存入$8,600。Roth IRA 收益部分完全免税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比如 HSA 和 IRA 等账户。很多上中产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光靠税务优化，每年就可以多节省下$5,000到$15,000，这可能比你多谈一次加薪还要重要。策略2，扩大机会圈，而不是只扩大社交圈。这个阶段你要明白一个概念，机会从来不来自于履历，而来自关系的密度。上中产的下一个阶层跳跃，无论是收入、净资产或是事业，往往来自于你坐在哪个桌子，你和谁交朋友，你在哪些房间出现，你参与了哪些对话，你加入了哪些行业圈层，谁愿意为你提供非公开的机会。 LinkedIn 只能让你换工作，但真正让你阶层跃迁的机会来自于你进入的圈层。你需要开始参加专业社群，加入行业组织，主动建立职业上的伙伴关系，接触创业者、投资者、企业主等等，不断拓宽你的知识和资源网络。因为你现在的机会不再来自公开的市场，它来自你看不见的市场。策略3，开始拥有企业，而不是只依赖工资。这是突破中产的关键节点。你会发现，几乎所有上中产阶级能够翻越阶层的人，都做了同一件事情，开始拥有企业或资产，而不是只依赖工资。这里举3个例子。第一，小规模的副业，你不需要辞职，比如你只需要做线上课程，建立媒体账号，提供专业服务，做小型电商，接一些和专业相关的小项目，给别人教课等等，一个月多$1,000到$3,000，你就进入了新的财富轨道了。第二，投资别人运营的企业，这是股权型的资产，比如小企业的投资、天使投资、收购中小型公司、参与合伙等等，这类资产增值速度远远超过薪水的增长。第三，创业，这是风险最大但潜力最大，不是人人适合，但必须知道，上层阶级不是靠工资变富，而是靠资产变富，这是财富阶层分化的最根本的原因。策略4，掌控生活方式，而不是被收入支配。上中产最危险的陷阱不是花钱，而是你的生活方式会自动上升到收入的水平，也就是生活方式膨胀。Morgan Housel 说 ，Saving is a gap between your ego and your income， 也就是储蓄就是你把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压在收入之下的那段距离。能压住生活方式膨胀的人，是最容易翻越阶层的人。把生活成本锁在中产水平，把收入增长全部转化为可投资的力量，这就是上中产阶级中能够脱颖而出的那10%到20%。总而言之，你的目标很简单，让劳动收入去积累资产，最后让资产产生的收入养起你的生活。上中产不是终点，它是分水岭。决定你能否进入真正的富裕阶层的不是收入，而是你如何支配收入。下面我们进入上层阶级 upper class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只到第90百分位，前10%不包括在内。如果包括前10%，这个区间会被拉得更高。在上层阶级，家庭收入大概是$153,100到$245,400，单身则为$112,067到$163,600。那么这个群体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？首先，
第一个特征，收入开始从工资转向组合式的收入。与中产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们的收入结构不再是单一来源，而是3部分：工资收入、投资回报以及被动和半被动的收入。这里的人第一次真正体验到钱开始替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一直替钱工作。第二个特征，税务观念改变，追求更高税务效率的收入。工资税太重，所以这个阶层会开始偏向股权激励、RSU、PSU、长期资本利得税、企业合伙结构等等。很多人甚至会刻意降低工资，提高股权收入，因为税务效率更高，资产增长更快。第三个特征，资产配置从以自住房为主转向更高成长性的资产。比如常见的资产组合包括好地段的出租房、长期股票投资、企业股权，比如副业或合伙，以及最大化退休账户。这群人最大的优势是，他们知道钱应该放在能增长的地方，而不仅仅是消费升级。第四个特征，生活方式提升，但核心不是炫耀，而是节省时间。他们不再按最低价排序购物，而是愿意为便利付费，比如机场快速通道等等。他们注重体验，但仍保持理性。这是典型的时间比金钱更贵的生活策略。第五个特征，职业高度专业化，高技能换高杠杆。常见的职业包括专业医生、高级律师、软件架构师、投行咨询中层、PE、尽调、对冲基金分析师、大公司管理层等等。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包括门槛高、压力高、收入高、成长性高，进入真正富裕阶层的机会也更大。如果说中产阶级靠工资维持生活，那么 upper class 则是第一次真正靠资产来构建未来。他们还不是富豪阶层，但这里已经是通往财富顶端的必经之路。而且你必须要意识到一点，财富的分布从来就不是线性的，而是断层式的。从 upper class 再往上走，每向前一步，收入都会呈指数级的跳跃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收入进入前1%，你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约74.9万美元；进入到前0.1%，你的年收入则必须高达约331万美金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，从上层阶级往前迈一步，财富结构会瞬间迈向另一个层次。但现在我要讲一件更关键但却常被忽略的事情：收入不是财富的核心，甚至不是决定阶级的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活成本的差异巨大，10万美元在旧金山只能勉强过日子，但在密苏里却能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。所以真正决定你在哪个阶层的不是收入，而是净资产 net worth。 想象2个例子，有人年收入50万，但花掉了49.5万，其实几乎没有积累净资产；另一个人年收入7万，却能存下3万美金，他的财富增长速度反而更快。这也说明财富不是赚得快，而是留得住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你并不需要超高的收入也能打造可观的净资产。如果你从25岁开始，每个月投500美金，也就是每年6000美金，持续到65岁，假设年化回报率为8%，最后会积累超过150万美金。这不是特殊的天赋，只是时间与复利的力量。越富有的人越把资源放在股票、基金、企业、房地产等增长性的资产里面，而不是不断升级生活方式。这背后传达了一个简单却极其重要的规律：财富不是收入竞赛，而是行为与选择的竞赛。你越早开始积累资产，越能摆脱焦虑；你越能压住生活方式膨胀，越能突破阶层。你越是把钱放进能增长的地方，而不是追求表面的富有感，你的未来就越稳固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